难以置信。白秀秀死后，当了几十年的阿飘，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一本年代小说里。在书中，白秀秀是女主的炮灰大嫂，因为欺负刚嫁过来的锦鲤女主，竟意外落水而亡。就连她的倒霉老公也惨遭意外，最后留下孤苦伶仃的一双儿女。而锦鲤女主却拿着她的空间手镯发家致富。家人们点个赞，开启白秀秀的精彩复仇计划。东边的水田里，忽然一道身影砸进了水田内。哎呦，秀秀你这是咋了？王婶儿，王家人呢？快来人啊！东头王家的大媳妇儿栽地里了。不知道谁喊了这么一嗓子，远处突然窜了个男人，抱起胡秀秀就往卫生所飞奔去。出啥事儿了？我家那个媳妇又咋了？你家大媳妇晕地里了。妈，咋了？我听说大嫂出事儿了。你咋来了？你大嫂能有啥事儿？甭管她。然而再次睁眼，我竟重生回到命运转折的那一刻。秀秀，你喝水。王清河见自家媳妇一直这么古怪地盯着自己，我已经给你吹过了，不烫的，你快喝2口水。张叔说你这是累的休克。白秀秀接过水喝了2口，一想到自己去世后丈夫对孩子不管不顾，一心替我复仇，心里就生气，瞪了他一眼。秀秀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要不我喊张老头再过来看看，你别是摔坏了脑子。你才摔坏了脑子。没事就好，你在这儿好好歇着，我回家去给你端饭。不用，咱们一起回去。五弟刚结婚，家里这2天的伙食好，你给我端过来。咱家那老太太铁定不给我拿好吃的。你别动，我背你回去。你媳妇这2天得好好休息，可别让她下地干活了。张叔，我这病是不是得躺个10天半月的？老张一愣，看这小夫妻俩的样子，十分配合。是要10天半月的。回家一进院子，赵桂芬看到王清河牵着白秀秀回来，更加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呀？干活的时候装死，到饭点竟闻着味回来了。妈，张叔说了，秀秀这次病得严重，要在家休养10几天，她的活还是我干。嘿，少给老娘整这一套。她要是能干活，你省下来的力气不就能给家里干别的活了？当年就说了，不该娶这么个丧门星。张口闭口的丧门星，啥年代了？这是要搞封建迷信？听说举报还能换10个鸡蛋呢。你敢？我有啥不敢的？你都不要脸了，我还不能干点好事？你个心黑嘴狠的白眼狼，老大你就看着吗？大嫂，你这话也太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人家张叔都说了，我这身体得休养个半月，我男人帮我干活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上辈子就看不上王家瑞的嘴脸，不爱听的话也都冷着不处理，结果就是一个倒霉炮灰。既然不说话没用，那我干脆就多说点。你听听，你们都听听，反了，真是反了呀！大嫂不会是脑子摔坏了吧？妈，开饭了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说。吃啥饭？气都气死了。妈，你既然看我吃不下去饭，这好说，你那份我就勉为其难替你吃了。清河你帮忙端屋里去，咱们回屋吃。不行，你还想端屋子里吃？你这是要提前分家呀？妈，你想分家，我也不是不行，反正老五都娶媳妇了，我看咱家这屋子都快不够住，总不能让他们小夫妻住咱家柴房。我呸！你个黑心的东西，没事乱挑唆什么？你要是敢闹分家，我就去县里告你，说你不孝顺。我看你咋做人。白秀秀不再理胡搅蛮缠的赵桂芬，自顾自推开房门，就看到2个宝贝下了炕朝着她扑过来。妈妈，今天月月超乖，一点都没出去添乱。妈妈，明明也超乖。白秀秀一把将俩孩子抱到怀里，掏出大白兔奶糖，1人1块，明天你们也要听话话。咋？你还真敢拿？老娘告诉你，你敢把饭端回屋子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大哥，不管大嫂多难受，也不能你们一家子都不上桌吃饭啊！这传出去像什么样子呢？难不成还真要分家？大哥，你何苦要惹咱妈生气？这好端端的，下午还得干活呢。大嫂她再咋闹脾气，也不至于饭都不出来吃。妈，我们一家4口都在屋子里吃，你分均匀了，不然秀秀她不高兴的。大哥，虽然我是刚嫁过来的，不过我也得说一句，大嫂这样传出去还不笑话死，还以为她是给咱妈脸色看，谁家媳妇儿是大嫂这样的？妈，我要是端不回去饭菜，那家里今年冬天的活我就不做了。老大如果冬天不去打猎，拿什么去给小五买工作？老婆子，大儿媳妇也不容易，她病了，
咱儿子也担心他，就让他们在屋子里吃吧，回头等好了再上桌吃饭。秀秀，饭打回来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妈，要不先和大嫂说吧，这事不是早晚都要通过大嫂。再说了，大嫂不同意，大哥他……这家的大嫂只是生病不做饭，竟被逼得闹离婚，而赵贵芬不舍得自己拿钱给儿子买工作，却让大儿子冒险进山打猎赚钱。老大家，你这身体好点没？刚才我看老大着急忙慌的跑出去，是去做啥？谢谢妈关心我，我这头还是怪疼的。我让我男人去公社那边买东西了，五弟妹才嫁过来，我寻思着给她买2张画，贴屋子看着喜庆。说起屋子，秀秀啊，妈有事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刚好也有事情想说，五弟妹他们俩刚结婚，得先搬东屋去住，回头家里再扩建一下。妈，你可不能在这种事情上省钱。老二那屋里破破烂烂的，你这屋更喜庆，要不然还是你这屋吧。我这屋是我妈和我大姐特意给我钱布置的，正好老五他们要过去住，就借着这个名头给收拾收拾，住新收拾的，不比我这屋子好。不答应就不答应，你少给我扯这些。妈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嘿，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。娇娇，咱们走。老二，我寻思着你这屋先让给老五他们住一阵，等秋收结束，咱家就扩房子，也不白住你这屋，到时候给你活动活动下工作。王清贵一听要扩新屋，还要给他活动工作，心里开心的冒泡，立马开口答应。行，我们给五弟让屋子。那你们赶紧收拾收拾东西。凭啥给老五他们换屋子？这换出去可就回不来了。你懂个啥？等我工作挪到公社去，日子不就好过了？你别给我哭，哭得我心烦。我说老大，你媳妇就算是在家养着，你也不用这么急着回来伺候吧。我看她今天中午还活蹦乱跳呢，好歹你心疼一下你爸，帮着他们干点活。白秀秀拿起前世周娇娇偷的空间手镯，想验证一番，可却没有药材种子。你一直盯着我做啥？还不说话？没，我就是之前做了个噩梦。秀秀，我梦到你死了，虽然就是一个梦，但是说不定是预知梦呢。你不要靠近有水的地方，行吗？好，清河，你能不能买到药材种子？什么种子都可以。等队里秋收结束，我去山里找找看。王清河照例去端饭，准备回屋。你媳妇到底还得躺多少天？总不能一直躺到秋收结束吧？还有，她养病就养病，这饭也必须在屋子里吃，这是啥规矩？妈，你给我们少加了。吃，撑死她！啥活不干，还得和干活的人一样吃饭，她不噎得慌？今个轮到你们房洗碗，喊你媳妇出来。我来洗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娇娇，妈带你出去转转，你才嫁过来，还有不少不知道的吧？白秀秀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，连碗都不洗？妈，大嫂这样传出去多丢人，不如秋收结束后，我带着大嫂去山里弄点蘑菇、野菜，也让大嫂给家里干干活。这个好，就这么办。大早上的，谁家媳妇不起来做饭？让你男人做饭的，丢不丢人？还知道出来？我以为你死屋里呢。听说过累死驴的，没听说过要累死媳妇的。我这病得休养个10几天，地里的活我男人干了，该做的饭我男人也做了，咋？我还得给你请个安呗？你们都听听，这是儿媳妇该说的话吗？谁家要得起你这样的？老大，赶紧给我离婚！离婚！饭我做了，活我也干了，媳妇是我的，妈你帮我离什么婚？这日子要是能过，咱们就过；要是不能过，你们提了分家，我和秀秀立马走。一大早都闹什么呢？老大媳妇，你这都能出屋了，还是去大屋吃饭吧。就知道和稀泥，看你们憋着什么屁！听说你们表哥能联系上公社制衣厂的门路，就是咱家的钱不够。老大，我看今年你就早点去山里打点东西出来，凑凑钱。妈，你这是要给清河安排工作？你想得美！大早上的做什么白日梦？人家厂子临时工都得初中学历，也不看看自己男人是个啥德行。他有那本事，人家能要他当工人？妈，你说话前是不是也要照照镜子？清河没本事去当工人，那当然也没本事凑钱啊。打猎本来就危险，况且好处都是别人的，危险都要清河去。你想啥屁吃？你个倒霉玩意！
我们王家咋就娶了你？你说这话心黑不黑？老大，你少听这败家媳妇的，这一家子可都是你的亲人啊。好了，都吵什么？你都多大个年纪，还跟儿媳妇一般见识？老大，不管咋样，你兄弟回头当了工人，一定能拉你一把。不过大事上可不能让女人做主。就是啊，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要是能当上工人，以后一定会帮着你们的。老大，你表个态。爸，我不是什么好猎户，真去了深山里捕猎，可能是去了回不来。就算是幸运，还要拿去黑市换钱。你们知不知道捕猎危险？你为了这点危险，就不想管你弟弟？你去山里小心一点不就行了？我看你就是听你媳妇的话。老婆子，你乱说啥呢？清河，别怪你妈，不去就不去吧，回头就回了人家。既然大哥不愿意上山，不如让大嫂陪我一起去山里，兴许还能有收获呢。大嫂，你就陪我去吧。老带媳妇，反正你在家待着也是待着，陪着老五媳妇去山外围看看，总可以吧？爸妈，我们吃完回去了。你聋了？没听到我的话？我这是在家养病，要是村子里的人看到我不干活，反而去山里闲逛，人家不得说我装病逃避劳动，家里的脸还要不要？妈，大嫂说的也对，不如等秋收结束咱们再去。还是你懂事。这家人一边要大哥赚钱，一边却嫌弃大哥一家。赵贵芬一进院子，就看到白秀秀的孩子在嬉闹玩耍，顿时一脸阴阳怪气。老三媳妇，你看看人家，没事也让孩子出来玩一玩，别总带去地里。你看这俩小崽子，在家多舒坦。奶，走走走，都走远点。听到孩子们的哭闹声，白秀秀立马从房间出来。妈妈，奶让我们走。月月不哭，奶奶怎么舍得让你们走？你们走了，爸爸不也得走？他才舍不得。乖，我们进屋去。大嫂，我能进去和你聊聊天吗？老三媳妇，你有啥事想说？大嫂，你说今年家里一个得修屋子，一个得盖房子，竟还要买什么工作？这让我们的日子咋过呀？哟，赵翠花不想自己出头分家，话中透着要我去做这出头鸟。咱妈心疼老二和老五，我一个当媳妇的能说啥？唉，一家兄弟5个，再偏心那也得一碗水端平，凭啥没有我们的份？虽然我和你大哥不管这些，大不了分家后再攒。赵翠花思考片刻，一直犹豫不决，转头就跟老三商量起来。等一家子吃过午饭，爸妈，我想提下关于给老五修屋子的事。这有啥可说的？不是都定了吗？给我二哥二嫂加盖屋子，这是应该的。不过咱家哪来这么多钱？既要买工作，又要修屋子，还要盖房子。是呀，妈，咱们是一家子，你可不能偏心呀。我咋偏心了？老五以后有出息，那屋子修了能住几天，以后还不是你们的。妈，合着你是打算让二哥和老五拿着一家子钱去公社过好日子，这破房子留给我们？怎么会呢？这修好的房子以后也不一定是你们的，毕竟想去公社生活，总得花钱买房子吧。到时候现在住的房子不得卖了给他们凑钱。你闭嘴，乱挑拨什么？老大，管管你媳妇，看看她说的都是什么话。老三老四，你们俩闹这么一出，想干啥就直接说吧。爸，家里的钱都在你们手上，具体有多少钱也让我们心里有数。你个丧良心的，还想管家？妈，我也没想管家，但家里的钱得透明。爸妈，这事我看行。老大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吧？王清河点了点头。老婆子，你去把家里的钱拿出来，给他们看看。说完，赵贵芬进屋掏钱出来。就这些，咱家这些年吃喝都用了，这些钱加上之前拿出来的，一共是1170。妈，这不对吧？每年工分都分到700块，咋就这点钱？你们也别怪妈，咱妈贪这么多钱，得背负多大压力？你们不当家知道什么？谁一年能攒下大几百？妈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，不想拿出来就直接说。眼看场面无法控制，王守成直接就给了赵贵芬一巴掌。你个黑心糊涂的东西，还愣着干啥？藏了多少钱？赶紧拿出来！你打我，你当我是为了谁？拿就拿，这日子都别过了。这次赵贵芬学聪明了，忍痛拿出800块。就这些了，看来是没法让赵贵芬再掏出来点，就这些钱都不够赵贵芬手里的一半。这就是咱家全部的钱，小五修房子怎么也得个100块，我就给你们一人分100，其他的钱就还放在我和你妈这。赵贵芬给儿子一人分了10张大团结，等分到王清河跟白秀秀的时候，就忍不住肉疼。谢谢妈。
钱给你们了，都别愣着，赶紧滚去上工。老头子，你咋还打我呢？几个儿子一起胡闹，虽然暂时稳住了，还是赶紧把小五老二的工作定下来，到时候咱们分家也不怕，后面再帮衬一下老三老四。这倒是，不过我总觉得老大媳妇会作妖。儿媳妇的事情，你就让他们自己闹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赵贵芬绞尽脑汁想着怎么给白秀秀使绊子。妈，我听说地里没啥活了，大队已经同意各家去山里挖点野菜卖给供销社，也能换点零花钱。让小五媳妇带着白秀秀到山里，最好让这小蹄子丢在山里才好呢。我看行，家里的媳妇都去，我在家照顾几个孩子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哟，正愁找不到机会试探徐娇娇的倒霉好运，机会这不就送上门来了？生活有惊喜，一惊又一喜。不曾想，这家的五弟妹明知自己拥有天生锦鲤，只要她上山就会鸿运当头，不曾想离得最近的人却会倒大霉。老带媳妇，别傻站着，赶紧一起去山里。你可是当大嫂的，得勤快一些，活多干一点。妈，我现在可病着呢，要是上山干得太多，累坏了，回头传到村子里，他们骂你我可管不着。以前我当媳妇都是一个劲干活，哪有这么金贵？那你少干点。什么叫白秀秀少干点？那我就应该多干点嘛。你放心，上了山，我让大嫂跟着我走，我多照顾照顾她。老五媳妇细胳膊细腿的，一看就照顾不好我，我跟着老三媳妇一起走就行。三弟妹，一会儿进了山，咱俩一起走吧，我这还拖着病呢，咱俩一起有个照应。婚前这事，如果不是大嫂的提醒，我还真就想不到。行，我跟大嫂一起。一行人进了山，山里的人比野菜都要多。大嫂，不如大家都一起走，这样也有个照应。跟我进山，一般离我最近的倒霉就越厉害。五弟妹还真是看我不顺眼，这么多的人走一起，能捡到什么东西？我这上山就已经虚的不行。五弟妹，你还是带着其他人去吧，我跟老三媳妇慢慢走。大嫂虚弱的也太快了，我又不好直接拒绝。行吧，那我们先走。周娇娇前脚刚走，白秀秀后脚就跟上。没过一会，竟看到老二媳妇啪叽一下就是一个平地摔，爬起来又摔个脚朝天。赵翠花差点没憋住笑。二嫂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快扶我下去。周娇娇一看老二媳妇这么倒霉，竟然自顾自的在附近找了起来。你们看，是黄芪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你们赶紧过去啊！他们也太幸运了，这山里人来人往，黄芪就长在那都没被发现。大嫂，咱们就这么看着呀？再看看，这一堆东西可是周娇娇的，只要周娇娇发现，谁要是想分一杯羹，都要倒大霉。有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就赶紧回去吧，我头晕的根本走不了2步。二嫂，咱们才上山就碰上黄芪，往里走还不一定有啥宝贝呢，我可不想就这么回去。哎，老五媳妇，你好歹把我扶着去那边坐下。哎呦！老二媳妇还没说完，突然又摔了个脚朝天，张嘴还没哭，竟掉了2颗门牙。我的牙，我的牙！周娇娇看到这一幕，兴奋的直跳脚。看来不能让二嫂就这么待在这。二嫂，你一个人留在这也不行啊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四嫂拖着你走。人都成这样，居然还要让他走？白秀秀这时起身往前走。大嫂，咱们这是去哪？这山里的好东西，可不只有他们能找到。大嫂，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快点。俩人找了快半小时的功夫，终于在一堆草丛里发现大片的黄芪。他们在后面走得慢，趁着还没来，赶紧摘。白秀秀摘这些东西的速度可不慢，这会个摘个的，全凭本事。大嫂，这些东西，咱们有发现东西吗？你想想，就咱们那婆婆，即使你把东西拿出来一部分，她要怀疑你偷偷藏起来，你不拿出来，她只会骂2句。大嫂，你说的对，这些东西咱们都藏了，接下来走哪边？我感觉他们3个运气挂好的，他们走哪边，我们就走哪边。这时转头看到远处的陈芳，正一瘸一拐的搀扶着刘小娥。这咋又到一个？未免倒霉过头了。很快，白秀秀的目光落在了附近的一个角落位置。大嫂，你干啥呢？咱们现在就挖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。没想到俩人的速度极快，挖完就迅速的消失。大嫂，咱们这下发财了。回头我让我男人把东西出手，卖的钱给你3成。行，我没意见。那咱们就在山脚下那边等着。等周娇娇他们下山后，就看到老四媳妇脸伤了，衣服也破了，还一瘸一拐的，而一旁的老二媳妇更惨，
狼狈得很。大嫂，你们俩收获怎么样？啥也没有，就捡了点蘑菇，不过这也不错了，蘑菇起码也能换几毛钱。你们怎么就这点东西？别偷懒了吧。老四媳妇，你这不是冤枉人吗？这山上人比东西多，能捡这些就不错了。你不信的话，看看其他人是不是和我们一样。咋？你们还能有啥不一样的？大嫂好会演。大嫂说的没错，这山里的东西的确不好找，咱们能找到一堆东西也是运气。我运气一直都很好，不如下次大嫂和三嫂也跟着我走吧。行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争，再不回家，老二媳妇估计人都要没了。你们咋弄成这样？赶紧先回家。一行5个人浩浩荡荡的回来。赵桂芬在看到陈芳还有刘小娥那一身的伤，直接破口大骂：你们是去谁家打劫了？上山捡点蘑菇也能弄成这样？妈，别提了，这一路上我和老四媳妇都倒霉透顶。虽然二嫂和四嫂倒霉，但我们找到不少好东西呢。妈，这是老五媳妇他们幸运，我和大嫂就没这好事。赵桂芬看到赵翠花和白秀秀的筐，脸色立刻就沉了。怎么人家都找到好东西，就你们俩不能？妈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去问问满村子的人，看看谁有这好运气。行了，这话都别出去说，这些好东西回头让你们爸去卖掉，咱家也改善生活。这家的5弟妹带着赵桂芬上山，没想到赵桂芬被野猪拱成正身。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哦，这么多！人参你尽快想办法卖掉，咱们分7成，老三媳妇分3成。好，我找个时间尽快去卖掉。人呢？都死哪去了？吃饭还得老娘喊。没一会，大家都去了大屋吃饭。我们娇娇有福气，今天帮家里赚了一大笔，这一勺饭是你应得的。居然1分钱都不分给我，就想一口饭把我打发掉。周娇娇气狠狠地踢了自家男人一脚。妈，今天娇娇给咱家赚了那么多钱，而且二嫂还有四嫂他们受伤也得补一补。咱家的规矩不一直都是东西交给我？可是妈，我们总有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，好歹给我们留点。你们也都是这个想法。爸，确实我们手上得有点。老大你呢？我没有意见，不过怎么分的？这事你们说怎么分？爸，还是你说吧，这个家是您当家，那以后家里的收入你们兄弟5个平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以后谁也不准再闹。这时赵桂芬出来打圆场。最近老二和老四的媳妇都伤了，不能上山，我看不如明天起，老带媳妇你跟我们一起上山。妈，我昨个跟着去山里，今天就头昏脑胀的，这山我可去不了，我要是晕倒在山上，回头全村子都得说你虐待媳妇。咋？你装病还没装够？妈，秀秀什么时候装病了？她身体不好晕在地里的事，全村子都知道。昨天你非要她跟着上山，导致病情加重。我是你妈，你为了个狐狸精训我？行了，你话说这么难听干啥？既然病了，那就好好歇着。咱家可不是什么刻薄人家，上山的事你和老五媳妇去就行了。妈，我也跟着，咱们3个人有个照应。这还差不多。出门时，白秀秀到了赵翠花身边。你是聪明人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，立场不坚定，可没什么好下场。赵翠花听完之后，打了个冷战。等到下午，门突然被踹开，不等他们问，赵桂芬鼻青脸肿的样子就被抬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灰头土脸的赵翠花。这咋躺着回来？哎呦，救命啊！我的老腰哎！赵婶，你都喊了一路，刚才在山里，张叔不就给你看过了吗？说是休息个10天半月就行。你也算命大，被野猪踹一脚，只受了点伤。还愣着干啥？一个两个的，不知道我还躺着呢。要不是这3个倒霉玩意都不能上山，我至于自己上山吗？我要是不去，能让野猪给踩了。杨大哥，这野猪是我们发现的，我婆婆她还受伤了，回头我们是不是能多分点肉？这事可不是我们说了算，得听大队长的安排。周娇娇气得够呛。你说你在山上喊啥呀？你不喊，这野猪就是咱们自己的。你是不是有病？谁见了野猪不喊救命？要是运气不好，别说咱妈，我和你都得交代在那。难道在那等着，野猪会自己死？我这不是心疼这么大的野猪吗？要是咱们得了，能卖不少钱。现在咱家能分多少肉？5弟妹，你这么自信，野猪自己能死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野猪是为你来的。大嫂，你别乱说，我怎么可能？是啊，你怎么可能吸引来野猪呢？如果你能吸引来野猪，那咱妈遭的罪可都是你害的。人呢？都死外面干啥？还不赶紧去给我端水！
一个个的不知道干活。我还是个病号呢，可伺候不了咱妈。我也是病号。五弟妹，你刚嫁过来，正好和咱妈搞好关系。况且现在家里就你最健康了，还是你去照顾吧。这才嫁过来几天，就指使我干活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这就扶你起来。周娇娇把人扶起来，压不住心里的委屈，顿时就出门回娘家。大嫂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老五媳妇有点邪门。你看二嫂和四嫂倒霉的，周娇娇却啥事都没有，而且还找到一堆药材。这种没凭没据的可不能瞎说。这次我们进山，直接就碰上野猪，那野猪横冲直撞的冲我们来，咱妈是跑得太慢，一把拽住老五媳妇，竟把老五媳妇当挡箭牌。结果那野猪都不碰周娇娇，最后自己撞死了。怪不得我那个婆婆这么倒霉，感情是拿老五媳妇当挡箭牌。野猪不踩她踩谁？三弟妹，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你看看，咱爸妈只想给老二老五找工作，难道你就不想让你男人去城里？还能有这好事？我男人可没上什么学呀。只要你听话，我总能搭把手。虽然没啥大本事，但是我姐姐有啊。我都听大嫂的。晚上大家下工回来，在路上就已经听说赵贵芬被野猪拱了，都去了赵贵芬屋。我的命咋这么苦啊？咋就让我一个老太太上山，几个媳妇都不管我？这以后我还能指望谁？其他人也就算了，大儿媳咋也不管你妈？爸，我自己就是个病号，我要是照顾妈，再出点啥事，回头这村子里咋看你们？爸，秀秀也是为了你们好。那老大媳妇就好好养病，其他几个从明天开始都轮流过来照顾你们妈，谁也不准给我找借口。